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智财小站，我是老岳。今天这期的报告日是2026年8月20日，行情数据也截至8月20日。报告是美东时间当晚21点生成的。当天的市场环境是波尔4/4，是系统里最强的一档，持仓上限6个，全市场少过2670只股票，最后有510只走完了当天的完整流程。后面提到的价格、比例和名次都是这个时点的口径。今天讲 SK hynix， 这家公司自己研发、自己生产内存芯片，主要是 DRAM 和 NAND。HBM 属于高带宽的 DRAM， 通常跟 GPU 或者其他 AI 加速器配在一起用。给他付钱的是 NVIDIA 这样的芯片和系统客户，还有服务器、存储和电子设备客户。他赚的是卖芯片的钱，这笔收入能不能变成利润和现金，要看卖价、良率、产线开得满不满、产品结构，以及同时要花多少钱扩产。我举个例子，把一笔生意从头走一遍。一家云厂商要上线新的 AI 服务，得买 AI 服务器，这笔钱付给 NVIDIA 或者服务器供应商。NVIDIA 的加速器要跑得起来，就得配上高带宽内存，于是他和 SK hynix 签供货和技术合作。SK hynix 把 HBM 造出来，交货，收到货款。云厂商的钱是这条链的起点， SK hynix 站在上游，卖的是加速器离不开的那块内存。至于具体的采购价、交货量和合同条款，公司没有公开，我们不替他编。8月19日 SK hynix 的董事会批准了一件事，拿出40万亿韩元从市场上买回自己的股票，并且全部注销。按董事会开会前一天166万2千韩元的收盘价估算，大约是2407万股，占已发行股份7亿3千万股的 3.3%。执行从8月20日开始，大约3个月。路透给出的截止日是11月19日。买回来放进库存，将来还能再卖出去，也能发给别人。注销是把这批股票作废，股份总数永久少掉这一块。打个比方，一家小店有100个股东，每人一份，公司拿账上的钱从其中3个人手里把股份买回来，当场撕掉。店还是那家店，生意一点没变，剩下的97个人，每个人对这家店的所有权比例都升了一点。回购注销干的就是这件事，不给公司增加1分钱收入，但把同一块生意分给更少的人。上市公司谈回报股东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在研究回购方案，有的说在考虑提高分红，这类说法没有金额，没有时间表，董事会没批，随时可以不做。SK hynix 这次是董事会决议，金额写死40万亿，注销写进去，执行期定在3个月内。这就像请客吃饭，说改天一起吃个饭是一回事，餐厅订好，时间定好，定金付了是另一回事，约束力完全不同。公告里还有一条更长期的安排，公司把2025到2027年累计自由现金流的股东回报目标从不超过一半提高到超过一半，形式包括回购注销和现金分红。第3季度业绩发布时还可能有进一步安排。这说明40万亿不是一次心血来潮，公司把往后2年多的分配比例整体往股东这边挪了。那公司凭什么现在拿得出这笔钱？看他自己披露的第2季度末的财务情况，现金和现金等价物88万亿韩元，比上个季度多了33.6万亿，总债务18.6万亿，两个一减，净现金69.4万亿，一个季度账上多出30多万亿，同期债务没有增加，这跟公司创纪录的经营表现对得上。但这30多万亿具体由哪几笔钱构成，公司没有逐项披露，所以我不能说它全是卖货收回来的，也不能排除还有别的进项。同一份材料里，第2季度的收入和营业利润同比都是成倍增长。公司把原因归到 AI 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高性能内存需求，还有高价值的 DRAM、HBM 和企业级 SSD。HBM4 也在第2季度开始量产出货。我得提醒一句，这是公司截至7月29日的初步数字，独立审计复核还没做完。40万亿对69.4万亿的净现金。
这不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零头，是账上很大一块。所以自然会有人问，钱都拿去回购了，厂还建不建？这就要说到8月7日的另一件事，董事会批准了大约54万亿韩元的新工厂投资，龙仁的 Y2 大约35.2万亿，青州的 M17 大约19.1万亿，这两个数字加起来比回购还大，关键在时间。Y2 的投资按计划一直排到2031年10月，第一个洁净室的目标是2029年6月。M17 排到2031年4月，第一个洁净室目标是2028年12月。54万亿是一张跨5-6年的付款表，不是8月7日那天一次刷卡付清。这跟买房是一个道理，合同上写着2000万，不代表你明天得拿2000万出来。工程分期按节点付款，你要的是每年能覆盖当期那一笔的现金流。SK hynix 账上净现金69.4万亿，第二季度现金刚增加了33.6万亿，要付的是未来几年分摊开的建厂款，还有一层容易搞反。公司说的超过一半的自由现金流用于股东回报，这里的自由现金流已经是经营活动收进来的钱扣掉资本开支之后剩下的，建厂的钱在算出这个数之前就扣掉了，所以不能理解成公司只剩不到一半的钱去建厂，顺序是反的，建厂的钱花在前面，剩下来的才拿出一半以上分给股东。同一天8月20日还有第二条消息， SK hynix 和韩国员工达成了一份暂定的工资协议。暂定这两个字很重要，协议还要经过工会成员投票，投票通过之前它不是已经生效的事实。内容是这样，员工2026年的奖金40%发现金，40%发可以立刻变现的股票，剩下20%是递延股票，一半1年后拿，另一半2年后拿。再往前，2025年公司同意过未来10年按每年营业利润的10%和员工分享。这么发，奖金里有60%不在当期，直接用现金支付给员工，员工的一部分收入跟股价绑在了一起，股价涨他多拿，股价跌他少拿。递延的那2成还把时间拉长，员工要等1年或者2年才能拿到。至于中途离职还算不算数，也就是有没有附带留任条件，公开报道没有写清楚。有句话我常说，风险不会消失，只能转移。员工没有直接拿到现金的那部分价值，变成了手里股票的价格波动。景气期员工可能拿的比现金还多，但承担的也是股价的涨跌。公司最终能少付多少现金，还要看这批股票从哪里来。这里有个我查不到的地方，得如实说。公开资料没有讲这些奖金股票从哪里来，可能是新发的，可能是公司库存股，也可能是从市场上买的。这3种来源对股东的影响不一样。新发会增加股份数，库存股和市场买入不会，所以我不能说它一定稀释，也不能说它正好把40万亿的回购抵掉。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得等公司或者后续报道给出来。这2条消息指向同一件事，公司在最赚钱的时候，把员工、股东和自己的现金安排放进了同一张表，员工拿到收益，公司少付一部分当期现金，股东拿到回购注销，代价也写在这张表上，员工承担股价波动，公司还欠一个交代，就是这些股票从哪儿来，注销掉 3.3% 的股份，剩下每一股代表的公司份额就上升了。假如公司总利润不变，纯数学上每股利润大约提高 3.4%， 这个 3.4% 是算出来的，不是市场答应你的。股价不会因为一条消息机械的涨 3.4%， 它还要反映未来 HVM 卖什么价，客户还肯花多少资本开支，新厂建成之后回报如何，周期走到了哪一段。回购真正的分量也不在公告当天的涨幅，而在于公司愿意把一笔金额确定、期限确定的现金交给股东，同时把股份注销，这比研究回购方案、考虑提高分红硬得多。他一边扩产，一边降债，一边回报股东，3件事同时做得下来，说明高利润确实变成了现金，没有只停在利润表上。风险出在同一个地方，内存是周期行业，一次回购改变不了这一点。今天能同时扩产和回购，是因为 AI 内存的价格和订单好。
要是 HBM 报价下来，客户砍资本开支，产线开不满，那边几十万亿的建厂款和这边承诺给股东的回报就会一起压在现金流上。董事会批准和公司计划，说明的是管理层现在的打算不等于未来的需求已经锁定。何况第二季度的数字还是初步的，员工那份协议也还没投票。经营和资本分配这一面，我的判断偏正面，理由是钱的走向对得上，利润变成了现金，账上净现金69.4万亿。公司在同一段时间里既批了54万亿的多年扩产，又拿得出40万亿回购注销，还把2年多的股东回报比例整体调高。什么会推翻这个判断？ HBM 报价持续走弱，大客户削减 AI 资本开支，产能利用率掉下来，这3件里出现任何一件，扩产和回报就要开始互相抢钱，到时候这个判断得重新算。股票这一面是另一道题，我们在美股买到的 SKHY 是纳斯达克上市的 ADR， 背后对应的是韩国交易所的000660普通股，这次注销减少的就是这些普通股。可是2026年8月20日 SKHY 没有出现在当天的最终候选名单里，到这天它已经连续3个交易日没有入选。市场环境是报4/4，持仓上限6个位置，本身不缺，是他自己没有触发信号，所以这条回购新闻不能重新包装成一个新的趋势买点。披露一下我自己的持仓，持有 SKHY， 仓位比例未提供，这个仓位是之前就记录过的非系统仓，是踩踏之后做的修复波段，不是系统给的入场。它继续按原来的波段纪律和止损管理，不会因为出了利好就把风险标准放松。举个例子，一家店经营变好了，我也认同它变好了，可今天这个报价合不合适？我进场之后跌到哪里必须走，现在追进去算不算追高？这些跟公司变好没有关系，没有信号就不开单。公司变好代替不了信号，也代替不了防追高和止损。以上是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